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。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石窟山呢，就整个这一座山都是石窟。最近我们走了很多山，都开凿了这样的。然后这里呢是佛窟，就是里面有很多佛像，跟我们其他看的那个崖洞是有点区别的。关键这里面呢有几个独特的东西，一个就是里面的一尊佛像是陕西省境内最大的，还有一个说就是里面的佛像是按照李世民的模样来塑造的。我们去看一看。这个就是大佛寺石窟，是陕西境内最大的石窟群，也是丝绸之路重要的地理坐标。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，因为大家都知道石窟嘛，基本上都是那个南北朝开始凿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佛教比较盛行，佛教是从东汉时期传入的，那么南北朝那个时候就开始繁荣起来了。它大规模开凿这里呢，是在唐初。唐朝贞观2年，就是公元628年，基本建成。关于石窟建造的原因，这个传说和唐朝的战争沙场战事有关。据史书记载，唐高祖武德元年，就是李渊当皇帝的第1年，薛举入侵荆州，秦王李世民作为元帅，带领了8种兵来抵抗。在两方军队相持不下的时候，李世民呢突然因为生病返回长安，就回到了京城。当时的唐朝将领薛开山与薛举在泉水岩，就今天的长武县西北5公里开战。唐朝的部队呢，在这场战役中死伤惨重，10万将士，战死6万，其中名将众多。当时呢，薛举本想乘势拿下长安，却在这个关键时刻生病去世。那李世民痊愈之后，重新回到前线，和薛举的儿子相持了60多天，重新大获全胜。当时呢，为了告慰死者的亡灵，李世民决定在这里建造大佛，以超度那些阵亡的将士。所以说，这个大佛寺的石窟由来就是这个因素。这里大大小小的石窟总共有130多个，都是依山开凿的。基本上石窟嘛，都是在山上一座大山里面开凿。我们说的那个龙门石窟，还有其他的那个什么4大石窟都是一样的。基本上都是错落有致的分布在这个400米长的那个立体崖面上。我们从远处看的话，是不是有点像我们说的3梯的？里面呢共有佛龛446处，造像1980余尊，分为大佛窟、千佛洞、罗汉洞、丈八佛窟等等。从整体来看呢，它分为东、中、西3部分。最关键有一点，它这里跟2个姓李的人有关，一个是李世民，一个是李白。而且关键一点，我们去龙门石窟说那个腊舍那木大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来塑造的，就是说你想知道武则天长什么样子，那么就是看卢舍那大佛就行。然后这里有个传说呢，就是这个明镜台里面大佛寺里面那个最大的石窟那个佛像啊，听说是按照李世民的模样弄的，这不知道真假，但传说是这样的。明镜台，然后下面有个绝录，这个绝录听说是李白写的。诗仙李白，我们现在准备上去看一下。这个明镜台是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，是砖木结构的。因为唐代的木结构被损毁了，所以在原基础上重新修建的，共5层。这些都是文保碑，陕西省第1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大佛寺石窟，大佛寺其实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。大家应该见过吧，在张掖也有，张掖那个佛像是一个卧佛，也是非常大的，在里面呢，我们说的能放好多东西。它这里呢，上面的那个石窟也是能放很多东西的，很大的。走到2层，一上来发现很多这种小的石窟，这感觉有点像那种栈道上面的，不知道是不是？因为走到很多地方都有。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。它这里面呢也是有很多佛像，其实这里面等于也是一些佛窟。我们进来洞里面看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罗汉洞，那里面有很多佛像。它里面呢有2个空间，一个旁边一个，这里一个。然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有点像马蹄形状，但是现在里面这些罗汉像呢、佛像呢，很多都没有头。按照推测，考古认证呢，就这个石窟应该是当时可能没有建完成。
特别多啊，密密麻麻的。大家体验过这种没有？特别是这个石窟，我们说的，你看看，我们这里是，这样过去，然后这里一个弯，像一个垂直，一个 T 字形，这种造型在全国的石窟是很少见的。这里就是明镜台，明镜台里面就是最核心的大佛窟，里面就是有那个最大的佛像。我们往前走一走，现在就很能明显的看得到了。传说这个佛像的模样是按照李世民的模样来塑造的，这个不知道真假，但传说是这样的。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大佛窟，里面有70个龛，就是佛龛，然后有1001尊造像。总体来看的话，这个洞窟上面为我们说的穹隆形，整个这个大佛啊就是居中。大家猜一猜那个有多高？其高度20米，宽13米。那个手指啊，看到没有？手指的话是高4.5米。两耳垂肩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它个耳朵啊都已经快到肩膀上面了。金面方脸，慈祥威严，就是说的按照李世民来的嘛。左手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左手是那个凿膝，右手端举，掌心向外，就是我们看的手指吧。我们常说如来的五指山、五指佛。这个佛像在哪里还有类似的呢？在那个甘肃的一个县呢，大象山也有一座很巨大的佛像，应该说比这个还大。这个佛像我们再说一下，在它的左下侧啊，有一个那个大唐贞观2年11月13日造的铭文，所以从这里可以判断出这个是建于公元628年。再看一个东西给大家看看，就是我们说的大佛头像后有2道圆形的雕刻花边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就环了头部，上面呢是有那个7佛环坐，就是7尊佛像环绕那个花边，守护着这个如来佛。大家看是不是很明显吧？就是7尊比较小的，震撼吧？这里面我们是进去参观不了的，但是呢，还是能感受它的宏伟壮观、气派、气势恢宏。在这个佛像的两侧有菩萨，我们一般都说如来佛下有4尊菩萨嘛，观音、文殊、普贤、地藏。那么一般在如来旁边的就是观音和普贤，是文殊还是普贤忘记了，反正这里的左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观音。在这个西侧应该就是我们说的文殊吧，我猜想估计是啊。有1001尊佛像，然后看看具体在哪里。你看正中间是如来，就是我们说的释迦牟尼，然后在上面呢很多，然后看到没有，在这个西边的上面有很多这种小的佛像，就是我们相当于在那个佛龛里面，这个大大小小很多，在哪里也能看得到呢？刚才在罗汉洞，这个特别多啊，这里大家了解一下。它里面的空间确实非常大，而且金光闪闪的。我们经常说一尊佛像大到什么程度，那里面像打个比方说像卧佛，里面可以躺几十个人，而这尊佛像呢上面呢可以停放一辆小汽车，我们说的哈佛 H6， 或者是我开的车长安的 CS75， 这个都可以证明里面确实非常大。那关于是不是真的是按照李世民的面貌来塑造的，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，因为传说是这样的。因为毕竟李世民离现在差不多1300-400年了，具体长什么样子的我们也不知道，因为没有确切的画像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能我们说的按照传说来讲是这个道理，只能说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。
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李世民很多都是影视剧演绎的，各个人演的。往前走走，看到没有？这上面也是密密麻麻的石窟洞，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些我们说的佛像，然后这里一个千佛洞，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那个罗汉洞，那这里千佛洞顾名思义呢，我估计就是里面有上千尊佛像，大家猜是不是？果然如此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密密麻麻，然后上面可能还有文字介绍。大家见过这么多吧？我其实见过，我还见过万佛洞，在哪里呢？在河北石家庄的那个有一座叫什么山呢？什么我忘记了，我当时去的，里面有个万佛洞，佛像比这个还多一点。这样，总共是696尊。那么这个为什么叫千佛洞呢？因为千是多的意思，所以呢这里就叫千佛洞。这个地方主要是一佛二菩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释迦牟尼，然后还有那个地藏，像这些就是嘉靖42年10月19日，就是说的是明朝嘉靖年前的时候，这个也几百年了。但是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好的，就是很多人在这些佛像上面刻字，这就有点我们说的不太好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里有一口钟，一般的话寺庙有，但是它这里的佛窟有一口钟。那这个钟是什么时期的呢？是明朝1450年，就景泰元年，就是朱祁钰的时候，当时镇守甘肃的一个太监铸造的，总共铸达500公斤，通高1.45米，口径呢大概是0.9米。上面还有铭文，我看能不能找到啊？它上面有文字。哦，在这边，文字写的是这边，就现在我站在这个地方，写的是奉佛信观镇守甘肃太监刘有成谨发诚心铸造红钟一口，重1000斤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大佛寺我们就基本参观完了，像左边这些密密麻麻的洞窟。这些有一些部分呢，是我们常说的崖洞，就是当年在这里修行的那些我们说的和尚的住宿啊，就是他们的房间。整体来讲的话，这里的佛像石窟大概是修建了很多年，基本上是在唐贞观的时候完成，但是一般我们说的这种佛窟都是修建700-800年，就是从南北朝修建到宋朝的时候才逐渐停止。基本上全国各个地方的这些佛窟石窟都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地方其实还是很方便，在国道旁边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来参观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